只见上一秒哈士奇的哀嚎让人闻者落泪，谁知下一秒它就化身为刽子手，想给主人来个两狗分尸。本以为养两只二哈是一次勇敢的选择，但没想到他的生活却从此变得一地鸡毛。原来这位勇气可嘉的女主人养了两只哈士奇，虽然一同哈士奇昌德和奶油色哈士奇德寿从不打架，但昌德血脉里流淌的疯劲儿却从来没变。如果不把陪玩的主人累趴下，他们就誓不罢休。无奈的主人只能先带昌德出门散步消耗精力，这直接就让他开心到迈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但一旁的德寿却被急得团团转，每次昌德离开他都会产生严重的分离焦虑。人类可不要轻视狗狗之间的羁绊，如果给他一个麦克风，他马上就要开唱我好想你了。面对他们如此深的情感，众人不禁为之动容。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邻居们接连不断的投诉，女主人无奈之下只好把两只神兽一起带出去。但接下来他就体会到什么叫左右为难，爱犬们差点给他来了个两狗分尸，在数次跌倒之后，再加上肩膀还做过手术，他就不太敢再同时带两只狗出门散步了，因为那如同海上冲浪的刺激感让他一直记忆犹新。每次要遛两只加起来接近100斤的狗，这对女主人来说是一项无法战胜的挑战。不过人畜无害的兄弟俩来到狗咖又秒变狼人模样。虽然一开始他们和众狗玩得不亦乐乎，但在昌德搭上远古祖先的神经后就开始酷跑，这马上就引起了训犬师极大的警觉，因为他这疯子般的行径势必会引起同类的不满。而下一秒金毛就化身正义使者教他如何做狗了，恐怕再多待1分钟哈士奇就要被群起而攻之了。心惊肉跳的女主人不得不来到餐厅压压惊，但人还没动，快两只哈士奇先流了一地口水。眼看讨要无果，昌德马上就看向了另一名客人，十分绅士的他等男人中途离场才开始大快朵颐，这给女主人尴尬的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平时在家时，昌德堪称垃圾终结者，只要你稍不留意，那他就会变成垃圾堆之王，让干净的地板变成专属领地是他的职责。当两只哈士奇看见客人时，热情就占据了智商高地，一瞬間昌德就和前辈亲密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要说强吻这一块，他绝对是狗中王者。主人说和德寿的狼叫扰民相比，昌德的拆家才是最头疼的。接着江训让大家带着昌德来到楼下，只把德寿留下。女主人称昌德是先来到这个家里的，而德寿是后来才被领养回来的，可以说德寿是间接被昌德一手带大的。朝夕相处之下，让德寿逐渐养成了对昌德的依赖性，所以现在一旦见不到对方，他就会十分不安。为了进一步考察，江训让前辈也离开了房间。落寞再次如潮水般涌上德寿的心头，他其实早已习惯了彼此形影不离的常态，内心还是小奶狗的他无法承受这种被抛弃的感觉。而直到昌德回来后，他又化身为嘤嘤怪。这温馨的一幕让大家不禁感叹，他真是个敏感的孩子。江训在去往现场的路上其实就想好了对策，他刚一进门就使出了夹子音，这一下子就俘获了两只哈士奇的心。之前德寿其实对嘉宾一直很戒备，而江训进门后他又一直守护在女主人身旁，可见他并不是一直胆小的狗，反倒是忠心可嘉。面对陌生人的进门，德寿开始不断大叫，而昌德却赶紧跑过去制止了他。江训称他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平主义者，这一句话直接就让两只狗的立场对调了开来。从当时他对前辈的吠叫态度来看就可见一斑。德寿仿佛一只警惕外来者的狗狼，不断向江训警示。江训马上示意女主人给他套上牵引绳。他说曾经德寿习惯了周围人对他的夸赞，而江训偏偏没有关心他，所以他才产生了不满。没想到他可爱外表之下还藏着一颗傲娇的心。女主人称其实最困扰他的就是带两只狗散步的问题，因为他实在无法同时控制住这两只野兽。就在两人谈话时，两只狗又互相扭打了起来，这就像两个孩子在妈妈面前爆粗口一样，持续在主人面前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女主人认为兴奋的昌德才是罪魁祸首，他那一边倒的态度让江训瞬间有些沉默。他接着问道，为什么当初想养两只哈士奇呢？女主人称她当时怕昌德孤单，就又领养了德寿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想弥补他的行为。作为一名训犬师来说，他可以按照家属的要求去训练狗狗，但那并不能真正让问题得到解决。有些话即使主人不爱听，他也必须讲出来。只是喜欢狗是无法把它们训练好的，就像邻居们会觉得他无法控制狗，就不要带出来了。这些严厉的话语如同利剑一般，让他十分煎熬。也许被人们说出的事实正是他无力改变的现状。深深的歉意此刻化作泪水，阴湿了他的衣衫。对于那些害怕狗的人来说，无法被控制的中型犬如同定时炸弹一般，他们真的很害怕对方会挣脱绳索冲向自己。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所以监护人要拥有对狗狗的掌控力显得尤为重要。江训接下来就要让狗狗知道随便乱动是不对的。他先扔了颗零食在航空箱，把德寿吸引进去，然后又如法炮制把昌德引到了垫子上，利用他们贪吃的特性，正好可以训练他们的定力。接着他又不断在二狗间来回穿梭，
这是告诉他们我才是此地的领导者。如果他们扑上来，就要马上拒绝他们。反复的训练以及主人坚定的意志都是江训所要求的。女主人学着江训的手法，用零食引诱他们到固定地点，然后把手心张开示意他们不要动。如果对方照做，就给予零食作为奖励。当两只狗再次跑到主人身边时，他借机站在了二者之间，这样他无形中就平衡了他们的关系。第二部分是针对德兽进行分离焦虑训练。一般狗狗在出门前都会比较兴奋，而这次德兽还没出门就开始嘤嘤叫起来了。对于害怕被单独留下这件事，他早已形成了刻板印象。此时主人要做的就是无论他怎样都不要理会。江训给航空箱丢了零食，想让德兽进去待着，但这次他却灵活地突破了眼前男人的防线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自己出门，而是要进航空箱。而另一边昌德却始终一副乖乖听话的模样。其实8个月大之前，他都是和主人一起生活的，而在德兽到来后，他就扮演起了超级奶爸的角色。如此形影不离的关系的确让德兽很难放下，但要想让他成长，就必须要他战胜内心的痛苦。江训和主人分别对两只狗进行零食分离训练。当德兽想离开时，他就会适当的进行阻拦，但他还是趁江训不注意溜了出来。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分钟的你追我逃的戏码，而不同的是，昌德的训练却一次就见效了。他不再是那个一言不合的就疯跑的狗了，这瞬间就赢得了江训连连不断的夹子音表扬。接下来就是对德兽的散步训练专场。江训说绳子要放长些，可以让他感到更自由。如此难得的轻松时刻，就连女主人都很少享受过，因为曾经的她一直都被两只西伯利亚巨兽支配着。吸引上来的江训马上又扮演起了害怕狗的路人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无法被控制的狗绝对是一种威胁，所以说主人对狗子的绝对掌控力尤为重要。另一边，屋内的昌德没有半分的焦虑，甚至还有点无聊到犯困。看来稳如老狗说的就是他吧。而在室外邻居家的狗遇见江训，就被临时征召成了辅助犬。他告诉主人，此时应该让德兽坐下，让他冷静一下，因为很多狗狗会不断的在路上做标记，德兽很可能会去嗅闻他们留下的信息，这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社会化的过程。接着他又把昌德带到楼下，让女嘉宾和主人陪着德兽，而女主人开始对狗子步步紧逼，展示训练成果。在零食的作用下，它完全变成了一只乖乖仔，甚至进入航空箱都完全不是问题。现在哪还能看出它曾是一只焦虑小狗啊？接下来的进阶训练就是要单独留它在房间里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依次退场，看看那个曾经喜欢狼嚎的哈士奇是否会现身。只见德兽虽然哀嚎了几声，却没有再继续，看来他那颗玻璃心似乎终于变得坚强起来了。甚至百无聊赖的德兽还在卫生间拉了几坨大的，之后又悠哉悠哉地看起了窗外的风景，这哪里还看得出它是一只会分离焦虑的狗狗啊？当德兽要见到昌德时，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他们成功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演绎出来了。江训说，此时要让他们保持距离，冷静一会儿，日后的反复训练以及主人的坚定意志才是最重要的。经过今天的训练，女主人才知道原来两只狗的真实心理，一天的训练就有如此效果，相信以后只要坚持正向训练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